新加坡近2年来也饱受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痛苦。最近，新加坡本地的大华银行 UOB 和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高调宣布降低存款利率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其他的银行跟进，但是这2家银行的降息举措，就像大华银行所宣布的，是为了迎合长期利率环境的目标。那么长期的利率环境怎样变化，它对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？今天我就来浅谈一下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因为要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，我的频道已经将近2个月没有更新。现在事情暂告一段落，我就迫不及待的回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。对于不熟悉我的新朋友，我在频道中会分享理财投资的知识和个人成长的内容。欢迎点赞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UOB 最先宣布降息，存款账户享受到的最新利率从原来的 3.85% 到 7.8% 之间下降到了 3% 到 4.5% 之间。渣打银行也紧随其后，将 Bonus Saver 户头的最高年利率从原先的 7.88% 下调到了 7.68%。不仅如此，本地的多数银行早已开始降低固定存款利率，从去年同期的 4% 左右的水平一路下降到了 3%。新加坡的利率波动很大程度上是会受到美联储的政策影响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美联储就频繁地管理市场的预期，今年内会降息已经成为了市场的共识。不过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降息，今年内会降息多少，美联储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。实际上并非是美联储要故意打哑谜，而是这次他们吸取了疫情后货币政策失误的教训，变得更为谨慎。美联储是否降息，其实就取决于2个重要的数据。第一就是通胀率是否会下降，第二就是失业率是否会上升。美国最新的通货膨胀率是 3.15%， 相比于去年同期的 6.04%， 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。这说明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效果良好，离 2% 的通胀率目标也越来越近。而仅仅是通胀率的下降并不能支撑美联储降息，我们还要看非农数据。什么是非农数据呢？在美国，每个月会有2个非农数据发布，通常被称为大小非农。小非农也就是 ADP 就业数据，是由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发布的私营部门非农就业数据，它不包括公共部门的就业数据。不过由于小非农早于大非农数据的发布，对于大非农数据有一定的预示作用。而大非农数据是由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发布的，统计的是全美所有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数据，对于投资者和市场有更大的影响力。具体来说，大非农数据包括了非农就业人口、就业率和失业率。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长期徘徊在 3.7% 到 3.9% 之间，并没有超过 4%。一般来说，当失业率超过了 4%， 才被当作经济前景恶化的迹象。而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又远超预期，足以证明美国经济的韧性。既然美国的经济强劲，那美联储就没有必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。美联储尚未宣布降息，为什么新加坡却要提早的进入降息通道呢？首先，虽然新加坡和美联储保持相同的趋势，但是不一定会保持完全一致的步调。就像英国央行和欧央行也是如此，他们很可能会早于美联储在今年夏季就开始降息。其次，新加坡在去年的利率就已经达到了高点，接下来加息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。各银行为了维持盈利和运营的目标，调整利率在所难免。第三，新加坡的经济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异，相比于担心经济衰退的风险，新加坡更加担心的是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。那么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，降息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影响？我们又可以怎样应对来保持收益，降低财务风险呢？相信在过去2年，不少本地的朋友通过银行的存款账户或者是固定存款赚了不少钱。接下来这种躺赢的好时光会越来越少，无风险收益减少，但是风险资产像是股票、比特币、REITs 等可以预见有更高的收益。过去银行利率节节攀升，相信有不少朋友把钱从公积金账户中转入到银行账户，那接下来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，毕竟让钱藏在公积金账户中还能有至少 2.5% 的无风险年化收益。那对于有贷款的朋友来说，可以期待更低的贷款利率。在去年年底前，还有一些银行会提供1年期锁定的房屋贷款利率，但是今年开始就没有了。很多银行要求客户至少锁定2年或者是更久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银行也预测到在1年内贷款利率会进一步降低，所以提前锁定收益。客户还是没有银行精明啊。当然，以上仅为我的推测，进入市场瞬息万变，我的推测不会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，请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来决定哦。
好，今天就简短的和大家轻松的聊一聊，我下期会做一期不大一样的节目，大家请拭目以待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